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第一个限定角色拉米亚。关于拉米亚值不值得抽这个问题，这边先给一个结论，必抽。因为它是游戏中的第一个限定角色，也是目前最强的法术输出。拉米亚能成为最强输出，是因为它的技能倍率高，而且自身的攻击属性也很高。在所有圆月的角色中，拉米亚的攻击属性仅次于浴火的阿加雷斯。与归乡的诺亚和利米姆持平，已经是属于始祖级别的攻击属性了。拉米亚的奥义是中等的4费，会从指定目标开始，然后最多在8个目标之间弹射。弹射会优先选择不同的目标，并且每命中一个不同的单位，就会召唤一只饕餮血仆出来。若没有新的目标，拉米亚的弹射才会对重复的目标造成伤害，不过伤害却会被减半。即使面对重复的目标，后续的伤害会减半，但若8次攻击都砸在同一个单体目标上时，还是会很痛的。所以拉米亚是个能对群也能对单的全能输出。拉米亚奥义的弹射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，那就是它可以无视范围的进行全地图攻击。光是这样就比其他输出灵活了很多，可以随时用来支援在不同方向作战的队友。拉米亚释放奥义召唤出来的饕餮血仆也能攻击，但最多只能同时存在8只。奥义的8次攻击，若都命中了不同的目标，刚好就可以达到上限。不过拉米亚的饕餮血仆并不能算作是召唤物，因为只有能长时间跟随主子在场上作战的单位，才能算作是召唤物。饕餮血仆对目标造成一次必定暴击的伤害后，就会消失不见，无法长时间留存在场上，也吃不到任何有关与召唤物的加成。若饕餮血仆被召唤出来后，攻击范围内没有目标，饕餮血仆也会直接消失。所以说白了，饕餮血仆其实就只是一个一次性的额外攻击而已，并不属于召唤物的范畴，只是官方把它弄复杂了。拉米亚的战绩也能召唤饕餮血仆，只要普攻每累积造成8次伤害，拉米亚就会召唤一只饕餮血仆来进行攻击。拉米亚的普攻也是弹射伤害，会在最多4个单位之间进行弹射。如果每次普攻都能造成4次伤害，那么拉米亚2次普攻就能召唤一只饕餮血仆来进行额外攻击。不过普攻的弹射就没有奥义的弹射那么高级了。一般的弹射是无法对重复的目标发动攻击的，而且也无法对超出自己攻击范围的目标发动攻击。所以若拉米亚的攻击范围只有3个敌人，那么普攻就只会弹射3次，至少要3次普攻才能召唤出一只饕餮血仆。若是在面对单体的目标时，普攻就只会攻击1次，这样召唤饕餮血仆的时间就会更慢了，要8次普攻才能召唤饕餮血仆进行1次额外的攻击。最后是拉米亚的特性，会在我方处于血月降临状态时，使所有友方单位获得 25% 的吸血，这可以让我方在血月爆发时顺便恢复一些血量。不过 25% 吸血这个数值太低了，所以效果也是很有限，基本上只有在使用奥义爆发的队友能恢复一点血量。拉米亚的特性和其他的输出比较起来是有点弱了，这项技能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副输出会拥有的技能，但这也让它有了即使日后不当主输出，也可以用来当副输出的能力。银与血和很多游戏一样，会有需要多队上阵，甚至是多人接力的场合，所以拉米亚是一定能用很久的，抽就对了。至于要抽几只的问题，如果是有能力的氪金玩家，建议最少也要抽3只。因为零突破的角色只能升到80级，到了中期就会连能简单突破到2魂，升级到160级的 S2 也不如了。所以以后无论是抽哪只角色都是如此，抽3只都是基本的。抽1只本体只能升到80级，是一点用也没有的。但对于无氪玩家来说，还是只建议抽到1只就停。因为这游戏的血钻真的太少了，无氪除非是欧皇，否则想直接抽出3只，基本是不可能的。限定池结束后，角色就会进入普池，无氪玩家到时就在普池里慢慢捞就好。
还有另一个方法，就是在回响商店这里购买，这边每天都会刷新不同角色的碎片，但要200抽才能换一只，这是另类的保底。所以回响商店这里的资源不能随便用，前期先专心集中的将一只 SSR 升到3魂就好。S2 只能突破到2魂升到160级，只有 SSR 能突破到3魂升到200级。200级后还能继续突破7次，但只能增加属性，而无法再继续往上升级。所以一个角色要升满，会需要一个本体，加上升3魂的3个和加7的7个，一共是11个。但一般的平民只要升到3魂就足够了，后面的加7是给想打 PVP 的大佬玩的，平民是真的升不起。最后就来快速的看一看现实活动的玩法。残月试炼，这是一个强度比较高的玩法，难度在后面2关，每天只能挑战1次，如果打不过后面的就去打你能打过的，每次参与都会获得奖励，所以别浪费了。在残月试炼中，当期的抽卡角色都会有属性加成，所以只要你有抽，这5关就一定可以轻松通关。试炼是每一期都会有的。死光之徒是剧情本，每天可以打5次，一样要记得把每天的次数都打完。这边还可以得到活动商店的兑换道具月贝之梦，越往后的关卡能获得的月贝之梦就会越多，所以次数要优先用来通关。等到真的打不过了，才到最后面的关卡去扫荡拿月贝之梦。每个关卡都会有额外的月贝之梦可以拿，上阵的当期加成眷属越多，能获得额外月贝之梦的概率就会越高。天啊，该隐终于有用了！和残月试炼一样，当期限定的角色会有很高的加成，只要你有抽当期角色，就能轻松的达到100%的概率拿到额外的50个月贝之梦。至于加成次高的，应该都是在剧情里会登场的角色，前面需要的战力并不高，所以尽量用加成角色去达到100%概率，稳定去拿额外的月贝之梦。到了噩梦的关卡，如果真的打不过了，才换角色。商店这里最诱人的抽卡券可以先不着急着换，除非你只差1点就可以把拉米亚抽到手，才优先换红色的限定券。不然的话，还是会更推荐优先去换能提升战力的道具，优先确保你能通关后面的活动关卡。先换纯血琉璃壶，再换仪式之间的升级道具来提升战力。至于明天才上架的猩红脐带，可以用来增加进入死光之徒的次数。如果价格低于最后打关卡能获得的月贝之梦就买下，然后拿去刷关卡。这东西应该是能存的，如果这次已经买完重要的道具，也可以考虑留起来，毕竟不是每次卡池都有能力抽到的。这些都换完后才去换抽卡券。假设你有能力打到最后的关卡，也能100%拿到额外的月贝之梦，这些都是可以换完的。最后才是神奇血滴，优先换250的，然后才换300的，还有剩才换钱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